嗨，朋友们，欢迎来到呆萌财。今天我们要聊一位投资界的传奇人物，他12岁就开始炒股，用零花钱赚到了第一桶金。他创立了世界上最大的对冲基金之一——桥水基金。他经历过几乎破产的惨败，却从中悟出了改变一生的原则。他就是2012年《时代》杂志评选的100大影响力人物、亿万富翁雷达里奥，也就是 Raymond Thomas Dalio。 想象一下，12岁的您在做什么？达里奥那时候已经是个在高尔夫球场给华尔街大佬们当球童的小机灵鬼了。听着大佬们谈论股市，他用辛苦赚来的$300买了人生第一只股票，也就是 Northeast Airlines。 结果呢，翻了3倍，这就是他投资生涯的起点。当然，天才之路并非一帆风顺，从长岛大学到哈佛商学院，再到华尔街，摸爬滚打，达里奥积累着经验。1975年，在他小小的2居室公寓里，桥水基金，也就是 Bridgewater Associates 诞生了。但真正的考验，或者说第一个大坑，在1982年等着他。达里奥当时极其自信地预测，一场由墨西哥债务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即将来临，股市即将崩盘。他押上了重注。可是结果呢？墨西哥确实违约了，但美联储出手相救，股市不仅没有崩，反而开启了大牛市。达里奥当时错得一塌糊涂，桥水几乎破产，员工遣散，甚至向老爸借了$4000，很惨。但您猜怎么着？正是这次灭顶之灾，让达里奥悟出了他最重要的原则，也就是痛苦加上反思就等于进步。他意识到最大的敌人是自以为是。从此他开始系统化思考，记录决策，开发模型，试图用规则和系统战胜人性的弱点和市场的无常。可以说，没有这次失败，就没有后来的桥水帝国和原则这本书。浴火重生的达里奥开始思考一个更深层的问题。他为自己的家族信托设计了一个策略，目标不是追求短期暴利，而是永恒的稳健。无论经济是增长还是衰退，通胀是高还是低，这个组合都能活下去，为家人提供保障。他也不再预测未来，而是像组装机器一样，将能在不同天气下生存的资产，比如股票、债券、黄金、大宗商品，巧妙组合，让他们互相平衡风险。这个为了家族长治久安而诞生的想法，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全天候策略，也就是 All-Weather Strategy。 那么全天候的核心思想就是极致的多元化，达里奥称之为投资的圣杯以及风险评价，让不同资产对组合的风险贡献度保持平衡，而不是简单的按钱多少来分配。当然，达里奥的智慧远不止于此，他把经济看作一部可以理解的经济机器，强调理解债务周期和历史周期的重要性。他把股资回报拆解为市场本身带来的贝塔和管理人创造的 alpha， 并通过系统化的原则和算法来做决策，这些都写进了他的畅销书《原则》里。《原则》这本书有3部曲：第一，原则、生活和工作，也就是 Principles, Life and Work； 第2本，原则，应对重大债务危机，也就是 Principles for Navigating Big Debt Crises； 第3，原则，应对变化中的世界秩序，
也就是 Principles for Dealing with the Changing World Order。那么达里奥的核心投资理念与原则主要有以下6点。第一，理解经济机器的运行，也就是 Understand how the economic machine works。第二，全天候策略，也就是 All-Weather Strategy。第三，多元化是投资的圣杯，也就是 Diversification is the Holy Grail。第四，区分 Alpha 和 Beta， 也就是 Separate Alpha and Beta。第五，原则驱动的系统化投资，也就是 Principles Driven Systematic Investing。第六，理解历史和周期，也就是 Understand History and Cycles。这6点在原则3部曲里都能找到。对了，再说一个他早年的小故事。桥水早期的时候，也就是大约1980年代初，主要业务是为企业客户提供风险咨询。当时麦当劳准备推出后来风靡全球的麦乐鸡，但是面临一个难题，鸡肉价格波动可能导致成本不可控。鸡肉生产商也不愿意锁定长期固定价格，因为上涨会让他们亏损。这个时候呢，达里奥介入，他建议生产商通过对冲饲料期货来锁定成本，也就是主要对冲玉米和豆粕这样的饲料期货。是不是很酷？他总是能看到问题的本质。达里奥并没有现成的鸡肉期货可以用来对冲，他深入分析了鸡肉价格的构成，发现其主要成本驱动因素是玉米和豆粕价格。于是他创造性地设计了一个方案，让鸡肉生产商通过买入玉米和豆粕期货来对冲他们的饲料成本风险。这样一来，生产商就能安心地给麦当劳提供一个相对固定的鸡肉价格。这个早期案例体现了达里奥深入分析事物本质，理解背后驱动因素，并创造性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也是他后来宏观分析方法的雏形。所以，从12岁的股市初体验到几乎破产的痛苦反思，再到创造出全天候这样的长青策略，达里奥的故事告诉我们，投资不仅需要智慧，更需要原则和对风险的敬畏。这就是经典的全天候配置比例，股票大约30%，长期国债约40%，中期国债约15%，黄金和大宗商品各约7.5%。想知道这个组合用实际的美股 ETF 怎么配置吗？过去几十年的真实回报又如何呢？那么别忘了订阅呆萌财，我们下期节目就用数据说话，详细回测全天候策略。请记得点赞分享啊，我们下期见。